昨天晚上8点40分，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宴会厅里面，突然之间响起了枪声。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场合在华盛顿的圈子里头有多么重要。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是华盛顿政治圈子里头最受关注的社交场合。给大家提一个往事，15年以前，也就是2011年4月30日，还是这个宴会厅，还是这样一个记者协会的晚宴，特朗普当年是作为宾客坐在台下，而那一晚入主白宫的奥巴马在台上把房地产开发商特朗普当成是全场的笑柄，摁在地上好好的摩擦了一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着全美国最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个就是非常典型，但是却也让人感到非常绝望的涉事现场。为什么呀？因为你是被全世界最有权有势的美国总统公开羞辱，想反抗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反抗起，除了退出社交圈子，你还能咋地啊？昨天晚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场合，枪声大概响了6下，特勤局的反应非常的快，大概只用了20秒的时间就完成了疏散的过程。特朗普、万斯还有在场的政府内阁的成员，他们全部都安全撤离了。枪手被活捉，他在枪战当中受了伤，名字叫做科尔·艾伦，31岁，是洛杉矶的一个兼职补习老师。晚上9点45分，特朗普在白宫开了记者会，他给记者看了部分的现场监控的录像。他说这个事情跟2024年他被刺杀的情况有相似之处。2024年当时的这个刺杀距今刚好21个月，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发生的事情。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哈，从1981年里根总统就在当晚这栋楼的侧门外中枪开始计算，一直到2024年这样一场巴特勒的刺杀案，美国在历史上整整43年没有发生过任何总统级别的政治刺杀案件。但这个保持了43年的记录一旦被打破，在接下来的21个月时间里头就连续被打破了3次。而这个事情背后藏着我们绕不开但是必须要回答的6个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美国到底是怎么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枪手当时到底是怎么样混进现场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当晚的这个安保级别一定是类似这种社交场合最高的一档。现任美国总统出席意味着特勤局他要提前几周就扫楼清场，入场凭证要逐一验核。宴会厅门口设置有磁性的安检门，场内场外都有武装巡逻，外围的警戒线会拉到周边好几个街区之外。但是当晚的枪声就是在宴会厅入口的磁性安检区域附近响起来的。调查人员他们的判断是，这个枪手艾兰他事先是以住客的身份住进了酒店，然后他带着枪支、手枪还有好几把刀具，在当晚朝着宴会厅外面的安检区冲过来开了枪。他没有能够闯过安检线，也没有能够进入到宴会厅内部，但是已经离这个宴会厅正门口近的不能够再近了。就在这个地方，他和特勤局的特工直接交火，有一名探员中了弹，不过万幸的是防弹衣救了他的命。所以这一点昨晚的刺杀跟前2次的刺杀案件不太一样，但也还算不上是已经完全渗透进了安保圈子的内围。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哈，2024年7月13号，这个叫做克鲁克斯的枪手，他从130米开外的屋顶扣动了扳机，而那个地方是在集会场地的安全边界之外，理论上来说是特勤局跟当地警方的视觉盲区。2024年9月15日，另一个枪手鲁斯，他在特朗普海湖庄园的高尔夫球场外围的灌木丛里头蹲了将近12个小时，
只不过是被提前清场的特勤局的探员发现之后，他转身就跑，然后没有来得及跑掉就被抓住了。这个人他当时压根儿没有机会进入高尔夫球场的内部，所以我们看到从屋顶到灌木丛再到酒店安检区门口3次刺杀，这个枪手距离这个目标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威胁来源和被保护对象之间的物理距离是一直在缩短。接下来会不会有人直接用无人机，那谁都说不准。而至于艾伦他到底是怎么样带着武器穿过酒店内部走到安检门，一直到现在 FBI 跟这个特勤局没有公开完整的路径和这个楼层图，也没有说他到底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内部盘查。总之从已知的情况来看，特勤局的内围防线技术上来说并没有被穿透，因为他在安检门口已经被制止了。宴会厅里头当时正在吃饭的宾客没有直接暴露在枪手的枪口底下。艾伦在事后流出的宣言里头，他自己给当时的安保评了一个分，他说酒店运输途中没有安保，入住也没有，活动现场也没有，然后他就真的带着武器大摇大摆走了进去。所以不管怎么样说得好，一个带着多件武器的人能够成功到达距离宴会厅正门这么近的地方开了枪，还让一名特勤局的探员中弹，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安保是存在漏洞的。那第二个问题来了，这个叫做艾伦的枪手他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刺杀特朗普呢？艾伦是31岁，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士，还是拉萨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前研究员。他得过机器人竞赛的奖项，登记的是无党派的选民，但是曾经给哈里斯的竞选账户汇过25美元。2025年他刚刚从一所普通州立大学拿到计算机科学硕士的学位，现在是在洛杉矶做兼职补习老师。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前2个枪手。2024年巴特勒刺杀案的克鲁克斯20岁，宾夕法尼亚州人，社区学院的学生，他是在养老院食品区做兼职。他注册的是共和党的选民，但是曾经给一个左翼选民动员组织捐过15美元。FBI 后来描述他的意识形态用的词儿是叫做不连贯，但是即便调查1年多之后，最后还是没有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刺杀特朗普。还有就是海湖庄园刺杀案的鲁斯58岁北卡人，2022年他自己花钱去乌克兰参战，还试图招募阿富汗的难民加入乌克兰军队。2023年他自己花钱出版了一本电子书，白纸黑字写着愿意拿15万美元来悬赏特朗普。2026年2月份他被判处终身监禁，还加上7年。但是本次刺杀案件的艾伦跟前2个人最大的不同是，在枪响以前大概10分钟，他给家里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是一份完整的政治宣言。他在邮件里头写得非常清楚，他打击的对象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按照职级从高到低来排列，但是他特意把 FBI 的局长从名单里头剔除了，而且他还在宣言里头做了一段自我辩论，从主义身份到宗教伦理。总而言之，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总得要有人来做这个事儿，他没有看到别人来填这个空，所以他就自己来了。他的哥哥看到邮件之后立刻就报了警，电话打给了警察局，但是10分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等到警方开始反应过来的时候，希尔顿酒店宴会厅的枪声已经响起了。这个就是巴特勒跟海湖庄园之后第一次调查人员手里头有一份非常详尽的事先写好的、事先发出来的，而且明确了目标排序的文档。克鲁克斯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鲁斯留下了一本电子书，而艾伦留下的是政治宣言加上执行的清单。这4个枪手来自于完全不同的阶层，他们没有共同的出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处境，就是孤立，没有稳定的社区归属感，
心里头对于社会的高期望值跟现实世界当中实际处境形成了一个落差太大，而且没有地方排解，最终演变成了政治暴力。所以我们会发现，激活这些人，他们最终采取刺杀行动的信号，能够抵达的范围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为宽泛。他甚至不需要你是一无所有的底层，你走投无路，只需要你足够边缘化，能够把一个极端的信念在自己的脑子里头消化之后，变得天衣无缝。所以这个就是美国当下这个时代政治暴力发生的一个结构性的特征。而面对这个特征，特勤局过去2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那第3个问题就是巴特勒的枪声已经过去2年了，白宫已经易主，而特勤局理论上来说应该早就已经整改过了，那为什么刺杀事件又发生了？巴特勒枪击案发生过之后的第24天，特勤局当时的局长金奇特尔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宣布辞职。他说，巴特勒事件是特勤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接替他的是肖恩·科伦，也就是刺杀发生当天用身体紧紧护着特朗普护送他安全离开演讲台的这个人。那可以说他就是特朗普最信得过的人。特勤局他已经换了局长，国会也成立了独立的审查委员会，而之后特勤局也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即便如此，昨天晚上刺杀事件还是发生了。要理解这件事情的荒谬程度，我们要尝试分清楚2种不同的失败，一种是战术上的失败，而另外一种是战略上的失败。什么是战术的失败呢？就是某一次具体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要反省一下到底是哪个流程出了问题。比如说巴特勒事件，屋顶的事件为什么没有清扫到位，本地的协调为什么断了链，通信为什么延误了，为什么没有用无人机来清扫各个可能存在的盲区。那这样一种类型的失败可以依靠改进流程来应对。而巴特勒事件发生之后，特勤局他们的那些整改措施主要针对的就是这方面的漏洞。那什么是战略层面的失败呢？就是受保护对象的数量已经超出了特勤局这个机构用现有的人员规模和现有的装备能够合理完成使命的边界。而这个判断不是来自于外部大家的猜测，而是来自于巴特勒独立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本身。那过去10年，特勤局需要保护的对象一直是在持续增加，现任总统、卸任总统、主要党派的候选人、副总统，所有这些总统跟副总统的家庭成员，还有外国元首来访，所有这个清单，每一次选举周期都在变得越来越长。但是特勤局的编制跟他们的预算，这些增长的速度从来就没有能够跟得上需求扩张的速度。巴特勒事件发生之后的改革全部集中在战术的层面，重点放在修补具体的流程漏洞，优化特定场景的应对程序。那这些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只是解决了每一次事件的具体的问题。即便是流程方面的漏洞，在本次记者协会枪杀事件当中也依然没有完全能够覆盖周全。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战术层面的改革没有解决这个战略层面的核心问题。特勤局这个机构，它始终处于人员跟装备极限运转的这么一个紧绷的状态。而本次的威胁模式跟巴特勒海湖庄园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枪手第一次他是使用内部合法的渠道完成了一个接近案发现场的过程，他不是从外部强行突破，而是提前以住客的身份入住了酒店，在这个宴会开始以前就已经突破了安检的外围。但是特勤局这2年嘛，他重点防范的一直都是外部的强行接近，所有人都认为已知的威胁就是外部渗透，所以改革的力量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方向。但本次刺杀事件，枪手是使用内部的合法渠道绕开了防线，看起来特勤局他们对于外围的整改跟管控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而且除此之外，特勤局面对的一个威胁模式也变了。以往
特勤局他们比较熟悉的还是20世纪的防御逻辑，而他们现在需要面对的却是21世纪的比较新的威胁结构。20世纪的防御逻辑本质上是一个二维空间的隔离，比如说围绕美国总统画一个圈，那圈内保证绝对的安全，圈外基本上不管，或者是交给本地的警方。这样一种逻辑在威胁来源比较集中信息传播有延迟，枪支数量可控的比较旧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底下可以运转的比较好。但是在今天极化严重的美国，有超过4亿支私人持有的枪支，无人机已经彻底民用化了。比如说克鲁克斯，他就只花几百美刀就能够使用无人机完成过去只有专业情报机构才能够完成的现场勘察的这个任务。他可以利用无人机构建一个三维立体的现场感知态势，而且一起刺杀事件的战术细节，枪声响起之后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被传播到全球各地。有无数的媒体跟自媒体，他们会使用高清视频逐帧解说的方式传播给所有的人，而这些受众也包括那些正在考虑类似行动的人。比如说罗宾逊他刺杀查理科克用的战术，就是克鲁克斯在巴特勒向全世界演示过的。这个事情意味着他们刺客使用的技术跟战术也被开源了，而且迭代的速度非常快。更别说现在还有 AI， 这就能够让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知识的壁垒，拥有过去不敢想象的新的战术。所以在这样全新的一个世界里头，物理防御边界的概念已经有一点点过时了，已经被降维打击了。所以即便有再多的特工，再厚的防弹玻璃，再严密的安检，都是在用有限的资源来应对一种作为刺客他这个准入门槛已经降低到快趋近于零，而且战术手段平权化的一种新形态的威胁。所以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本次刺杀事件完全归咎于是特勤局的失职。当战术知识已经开源，当政治仇恨被算法加热到足够的温度，那么任何的安保系统都只能够在概率上减少风险，而不能够在结构上彻底被消除。美国特勤局的这个战略困境就是这个时代政治暴力的结构输出，而这个也是这21个月的时间里头一个更大问题的缩影。那么第4个问题，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拉得长一点，在过去21个月里头发生的系列刺杀案到底意味着什么？1981年3月30日，约翰辛克利他是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也就是昨晚刚刚发生刺杀事件的这个酒店，在这个酒店梯阶侧门外向里根总统连开6枪，其中1颗子弹停在了离里根的心脏只有1英寸的地方。在手术台被取出来这个子弹之后，里根最终活了下来，而之后又执政了将近8年时间。从里根总统遇刺那天算起，美国已经经历了43年没有任何总统级别的遇刺事件。但是直到2024年7月13号，这个43年的记录被打破了。在这之后21个月里头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单单只是特朗普遭遇刺杀未遂这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来梳理一下时间线。2024年7月13号，克鲁克斯在宾州的巴特勒从屋顶狙击特朗普，子弹擦过耳朵，失败了。2024年9月15日，鲁斯他潜伏在海湖庄园高尔夫球场的灌木丛里头被发现了，没有来得及开枪，行动失败了。2025年9月10号，罗宾逊在犹他州从屋顶狙击查理克克，他成功了。2026年4月26日，艾伦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宴会厅开枪，特朗普安全撤离，行动失败了。4起事件，4个行动者，来自4个不同的州，人生背景完全不一样，他们4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被证实的组织联系，理论上来说都是孤狼刺客。情报界给这样一种类型的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随机恐怖主义。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4次刺杀事件的目标全部都是针对的右派政治人物。左派把控的媒体跟算法的环境，用足够的强度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加热了足够多的人，那在概率的某一个时间点上，总会有一个人他会从受众变成是行动者。过去1年我自己就观察到《纽约时报》至少有2次发表过类似的动员社论，他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持续把政治对手描绘成是民主制度的毁灭者，必须要被阻止的威胁是文明的终结者。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段时间，所有的媒体他们集中开火，把法西斯的帽子扣在特朗普头上。而媒体完成动员之后，随机恐怖主义就开始有产出物了，他们会随机的激活，而激活出来的这些人越是多样化，越是难以预测，他就越是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些危险人物，这些刺客不太一样。所以这套机制它最终就会运转的越来越充分，越来越难以防备。43年的空白之后是21个月连续4次刺杀，那这个绝对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意外的波动。美国现在面对的是自身社会系统长期运转所分泌出来的剧毒的副产品。那这个区别很重要，面对具体的敌人，那你还可以说追踪、起诉、摧毁，但是面对副产品产生的难以捉摸、没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这些人，那美国人现在需要改变的是分泌它的这个系统本身。但是现在你如果观察一下美国所有相关的政治讨论，都集中在追查具体的人，而不是想想看可以怎么样改变那个分泌剧毒的毒素的这么一个社会的系统。而且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其实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头，4起政治刺杀，3次是针对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内阁成员，1次是针对柯克，目标全部都是保守派跟共和党人，那基本上是4比4。那如果我们算上明州霍夫曼夫妇被刺杀的案件，这个比例也是维持在4比5。那面对这个模式，很多人会觉得这些刺客你说他是独狼，没有组织联系，这个解释我不接受，因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你想想看，非常明显啊，4次时间枪口都是瞄准同一个方向，你怎么可能说只是巧合，只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孤狼呢？所以阴谋论之所以在现在的美国有吸引力，一部分原因也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质疑确实是值得我们来认真对待，但是在我们完全导向说这个一定是有组织的刺杀阴谋之前，那却有一个逻辑的问题要先想明白。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从2025年1月份重新掌权， FBI 是他自己提名的人选，司法部是自己信任的人，特勤局更加不用说了，是巴勒特暗杀事件当天护送他的肖恩·科伦，由他最信得过的人在执掌。美国总统已经入主白宫1年多时间了，理论上来说他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雄厚的行政资源跟军事资源，他有最完整的司法调查的权利。那作为一个已经2次加上这次就已经有3次被刺杀的受害者，特朗普本人他一定会有最强烈的个人动机，哪怕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都好，去追查一个针对他本人的有组织的阴谋。那括弧如果这个有组织的阴谋确实存在的话，一个能够在21个月的时间里头协调3到4次刺杀的组织，如果真实存在，一定需要有足够多的知情人，足够多的资源，足够精密的组织跟协调的机制。而在特朗普他可以动用全套联邦调查机器追查的情况底下，过去1年多的时间没有实质性的司法证据能够找得到，那这个假设要成立的话，就明显比没有关联的独狼行动这个解释需要更多的奇迹才可以。而且特朗普在2025年4月份他曾经公开说，没有人能够把答案解释清楚给他。
他甚至说如果不向公众公开，他自己也想知道到底内幕是什么。现在时间过去了1年，看起来特朗普掌权1年多，依然没有任何答案。所以如果真的有答案，我们不至于说在1年多的时间没有看到白宫采取任何下一步的司法行动。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事实，恰恰就是对于有组织刺杀阴谋这个论调的一个最强力的反驳。那如果你说特朗普他就是根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来调查，那这个想法想要成立的话，那需要的假设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还有人说这个都是特朗普的苦肉计，是他自己策划这些刺杀未遂的事情，是为了博取同情，也是为了争取选票。那这个说法说实话，如果是像昨天晚上这样一种程度的刺杀案件，或许可以勉强说得通。但是像巴特勒这个刺杀事件，子弹就插着耳朵飞过去，有一个没办法绕过的物理前提，就是特朗普他如果真的是想玩这个刺杀未遂的这么一个戏码的话，他就必须要接受一颗真实的子弹以毫米级的误差从他的耳廓旁边穿过去，在130米的距离上，真实的风速、真实的目标移动情况底下，由一个即便是他完全信任的人，但是有太多不可控因素，在这么一个场景底下，你说要来执行一个控制性击伤，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即便你是有多么渴望权力都好，你都不敢把这个赌注压在这么一个物理现实上，你根本不敢把赌注压在这样一个没办法人为保证的生死概率之上。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目标都集中在保守派身上？我个人觉得更深层次的机制在于说是政治权力结构本身。有一个观点就是政治暴力的目标往往是由激活者他们对于权力现在在哪里的这个认知来决定的。大选以前，左派为了阻止特朗普当选，你可以想象一下，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他们玩的这些花样可谓多种多样，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够阻止特朗普胜选的趋势。而在2025年之后，特朗普掌控了行政分支的全部权力，最高法院以6-3的保守派多数锁定了司法边界，而 FBI 跟司法部的领导层也都被全面替换。所以在那些把特朗普视之为民主终结者的这个极端边缘人群眼里，弹劾你走不通了，法庭狙击战被撤销了，选举的防线失守了。在这个人群的认知里头，民主制度类的否决权已经被彻底的耗尽了各种可能性。而政治科学在历史上反复观察到这个模式，当一部分人相信合法的在体制类的民主制度的纠错机制已经死了，这种情况底下，你的政治对手就不单单只是政敌，而是通过操控系统攫取了绝对权力的暴君。而这个时候，暗杀就变成了是他们认知里头一种非对称的物理层次上的否决票，是一种可以考虑、可以认同，甚至某种程度上占据了道德高地的非常规手段而已。那这个是这个人群他们失去一切合法手段之后选择的最后一票。那第5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得到真相吗？记者协会晚宴的枪手艾伦他是活着被带走了，罗宾逊也是活着被关押，他在等待一个迟迟未到的审判日期。对比克鲁克斯案，克鲁克斯在枪声响起之后，在案发现场就被特勤局的狙击手当场击毙，没有留下任何政治的宣言，没有任何书面的动机的记录可以追查，社交媒体上一丝一毫的痕迹都被抹除的干干净净。10天之后，他的遗体就被火化了。巴特勒县的验尸官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接到通知。众议院希金斯他在8月5号试图去检查遗体的时候，被告知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活着的当事人，没有书面动机的案件里头，遗体作为物理证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仓促火化遗体的决定非常的反常，永久性的关闭了一部分可能帮我们导向真相的调查路径。2025年11月，经过1年多的调查， FBI 正式表示仍然没有办法确定任何清晰的动机。但与此同时， FBI 的局长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说，克鲁克斯的动机是对于美国政府跟两党制的仇恨。所以你看，连 FBI 自己他在内部都没有统一口径。所以对于这个结果有2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一种就是克鲁克斯他本身就是一个动机混乱到没有办法归类的孤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FBI 用尽了所有的手段也找不到一个本身就不存在的答案。第二种理解，从机构激励的角度来看，如果答案是属于随机失忆者，那么上帝从坏人手里头救了我这个叙事，那这样一种叙事的力量和感召力就被削弱了。而如果答案是有外部组织，那么安保系统在已知威胁底下还让枪手爬上了屋顶，这个追责链条就要延伸得非常广非常深。在这2个方向之间永远不知道答案，或许是目前这个阶段政治成本最低的状态。罗宾逊案也有类似的迹象，审判一拖再拖，相关的文件被大量涂黑，庭审日期至今也没有定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真相的真空越大，愿意往里面填各种版本的人就越来越多。艾伦跟罗宾逊都活着，但即便他们最终开口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论他们说什么都解决不了的。2018年蒙茅斯大学的调查显示， 74% 的美国人相信有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在秘密操控政府。这个事实意味着，任何官方的调查结论在发布的那一刻就已经面临着一个将近一半的受众他们会预设否定的态度，不是因为官方的结论不扎实，而是因为发布结论的机构在这一部分受众眼里头就已经不再是可信的信息来源了。1963年，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沃伦委员会花了10个月的时间产出了26卷的报告，给出了奥斯瓦尔德独自行动的结论。这个结论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今天，但至少当时这个结论存在的前提是，那个时期的美国还有一个社会主体能够期待通过官方的程序来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在今天的美国，这个前提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在枪手艾伦的宣言里头，他把 FBI 的局长单独剔除出了打击名单，就这一点已经被2个不同的阵营来各取所需分别解释。比如说，有一边说这证明艾伦是清醒的政治行动者，他知道印度裔的这个 FBI 局长跟他是站在同一边，因为他自己的老婆好像也是印度裔。而另外一边说，这个恰恰证明了整件事情背后有人是在安排的，连演员都知道不能够误伤导演。所以同一份白纸黑字写着的一个政治宣言，2个不同的阵营有2种完全相反的解读。而随着昨晚这个案件的调查逐渐深入，我相信各方的解读版本就会满天飞。有一半的受众他们会把这件事情解读成是深层政府幕后操纵的证明，这个是针对特朗普的有组织的暗杀行动，只不过是又一次失败的行动。而另外一半美国人他们会把本次事件解读成特朗普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在今天美国深陷中东事件的泥潭之后，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他需要一个受害者的叙事来巩固自己的权利。所以2种解读，他不会因为起诉书，不会因为调查报告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庭审记录而动摇，他不会因为 FBI 的声明而有任何的改变，因为他们已经在算法的强化底下传递给2个不同的人群，在他们的阵营都各自形成了足够坚硬的认知外壳。所以我们要刷新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在当下的美国社会，用来维持基本共识的信息的防线已经在过去21个月的时间里头
反复击穿了，而剩下的是两个对立的阵营，各自持有自己需要的那个真相的版本。调查的技术终点跟社会层面的真相共识。在视频的最后，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美国到底怎么了？我想又一次我们到了要必须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从43年以前辛克利刺杀里根总统到克鲁克斯刺杀特朗普，43年的时间，而从克鲁克斯到艾伦只有21个月的时间，中间还穿插着罗宾逊，他刺杀了查理·科克。所以这个不是频率的偶然间的抖动，而是某种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在统计层面的表达。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对立的双方都会尊重选举的结果，而对方的胜选本身现在是变成了是对于民主的摧毁。2020年这种信念在共和党选民当中大规模扩散，而2024年它在民主党选民当中也变得同样普遍。选举现在在美国既然变成了是一个无论输赢都没办法接受的零和游戏。当选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个信念变得足够普遍，变得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时候，一部分人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手段就不是选票，而是巴特勒佛罗里达高尔夫球场、犹他谷大学还有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宴会厅里头已经发生的这种政治暴力事件。我想有5个变化正在美国同时发生，值得我们警惕。第一个变化就是道德的门槛空前降低了，对于政治人物实施暴力已经变成某一些人群认知里头一种完全可以接受的行动选项。第二个，意识形态的理由正在消失，政治暴力不再需要完整的意识形态的框架来支撑，它只需要一个足够强烈的激活的机制和一个非常明确的动员的信号，再加上一个足够可行的战术的手段。第三个，组织的门槛消失了，只剩下意愿的门槛，而意愿在一个足够热的环境，在一个持续被加热的信息环境里头是可以被煽动起来的。而第4点，没有问责的循环正在运转。克鲁克斯的遗体已经被火化了，动机至今没有官方统一的说法。科克已经被刺杀7个月了，庭审的日期仍然没有确定，相关的文件大量被涂黑，每一起事件留下的这个关于真相的空白都在告诉下一个正在考虑类似行动的人，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清晰的可见的代价。第5点就是阴谋论大行其道，太多事情没有答案，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多个衰败的制度同时以各自的惰性在运转，而这样也就产生了真相的真空，而阴谋论恰恰好被拿来填补这个真空。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新鲜滚热辣的例子。有人在2023年他发了一条推文，他的账号只有这一条推文，这条推文非常简单，就写着枪手的名字科尔·艾伦。而2年之后，一个叫做科尔·艾伦的人他就真的开了枪，没有人知道这到底只是巧合呢，是预谋呢，是2个毫无关联的名字，还是说因为巴特勒的枪声，巴特勒的那颗子弹刚刚插过了特朗普的耳朵，这个事情改变了另外一个宇宙，所以他们不得不派一个人穿越了时空来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不管怎么样，一夜之间有1700万人他都相信了他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个版本。而且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公共政治空间的绿区化正在发生。原本在华盛顿希尔顿的这个宴会厅里头，代表的是一种美国过去的民主政治非常美好的图景。总统他可以不用隔着防弹玻璃演讲，可以跟一直在骂他的记者呀，跟服务生呢，在同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头共进晚餐，互相调侃。这个是一个属于20世纪的古典民主的非常动人的画面，也是很多人
他一直以来把美国视为民主的灯塔，他迟迟不愿意从自己营造的这么一个关于民主的幻梦当中醒过来的原因。但是过去21个月的4次枪响，意味着未来美国的政治生态将会越来越多的退缩进去3重来自于4重5重安检的这么一个室内演播厅，退缩进去有防爆设施的私人的空间。而这样一种退缩让今天的美国政治更加接近于哪一段历史呢？是1960年代的美国吗？那个10年有肯尼迪总统，有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有马丁路德金3起政治刺杀案，还有民权运动，有反越战，这些有非常清晰的政治诉求，有政治出口的历史纲领。所以当时的政治暴力最终伴随着真实的政治结构调整是慢慢收敛。而且即便遭遇挫折，当时的美国他们的实力依然是如日中天，没有任何对手可以挑战。还是说这个时期的社会的形态有点像是意大利的签资时代呢？在这样一段时间里面，极左极右的武装团体他们交替暗杀法官呢、政客啊，甚至绑架了总理莫罗。他们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政策，而是为了制造社会的恐慌，让民主秩序本身陷入慢性失血的状态。在那个时候的意大利，政治暴力最终能够结束，依靠的是国家机器的有效反击，极端组织的内部瓦解，还有就是社会对于暴力本身的集体的疲惫跟拒绝。但是整个过程花了意大利的社会将近20年时间。而今天的美国社会，我想它最大的问题是内外交困，面对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强有力的挑战，它急切需要内部团结，而跨越党派需要共识现实作为基础。所以哪怕美国两党在反华这件事情上它有共识，但是在处理国内政治事务的时候却依然难以做到放下歧见，同舟共济。而这样一种社会跟国家认同层面的共识，正是如今极化严重的美国忙于政党斗争的两党最缺乏的东西。政治暴力正在变成是美国政治沟通的一种常态化的语言，而要终结政治暴力，需要的不是更高更厚的防弹玻璃，而是某种真实的能够让激活能量降温的政治上的和解，是某种能够真正惊醒梦游当中的美国人的一些突发的外部刺激的事件。而这样一种事件，我个人觉得只能够是下一个珍珠港时刻。而除此之外，其他别种类型的这个事件想要达到类似的效果，想要达到超越左右两党，超越党争，凝聚美国人这样一个效果的话，在可见的未来，这样类型的事件我个人没有看到出现的迹象。特朗普的车队当晚就离开了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驶向白宫。宴会厅里头2300名来宾正在撤离，桌上的餐盘还没有来得及撤走，几张椅子侧翻在地，那是人们趴下来慌忙当中躲避子弹的时候碰到的。距离巴特勒这个子弹插着耳朵飞过去的下午已经过去651天了。克鲁克氏的动机依然是联邦调查局案件系统里头一个标注为待处理的字段。过去21个月3次枪响，加上查理克克4次，加上明州的谋杀案5次。上一次特朗普离开这个记者协会晚宴的时候是15年以前，奥巴马在台上当着几千人的面羞辱他，嘲弄他，特朗普坐在观众席里头铁着脸一言不发。在特朗普离开的时候，宴会里面几千人对他毫不掩饰的鄙夷跟羞辱还没有停歇。车窗外华盛顿的街灯映照着特朗普阴晴不定的脸，或许就是在那一刻，他已经暗自下定决心要加入权力的游戏，来反击当晚的羞辱。只不过是我估计他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在2020年代的当下，
在这个被很多人称之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文明民主的国家里头，华盛顿的权力游戏竟然也处处暗藏着血腥跟杀戮。而躬身入局，身为游戏当中的最重要的玩家，贵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他真的有能力能够扭转这个局面吗？我是艾生，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